书会，我最近呢看到了一些有关消费主义的视频啊，他说的是被信用卡花呗支配的人生，花呗信用卡是如何毁掉年轻人的。我觉得可以说是甩得一手好锅，这何异于自人而杀之，曰非我也，兵也。但是我看这些视频的评论都是很赞同的。是的，这辈子别碰这些，我已经关掉了老老实实存储蓄卡。怎么讲呢？我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先，有信用卡的扣1，有花呗的扣2，有借呗之类这种网贷的扣3，曾经有这些，但是全都关掉的扣4。OK， 我看到了，我好好给大家捋一下这个逻辑啊。我扣2贷钱的事情讲的特清楚，你把这些东西呢分为2块来看就知道了。一块是免息的，比如说花呗和信用卡的免息期内；一块呢是要利息的，很明显网贷啊、借呗、微利贷、什么360、京东他们都有，现在已经基本上每个软件都有了，想赚钱。还有呢，就是花呗信用卡的逾期或者是最低还款，这些都是要利息的。这样一分，非常明白了，要利息的这块绝对不够，免息的这些高。先简单说一下这些网贷类的，因为我没有开网贷哈，我就随便看一下我信用卡花呗的最低还款利息，他们写的日利率0.05%，哎，看上去蛮少的，1万块钱才5块，但是折算一下，年化利率18%，哎，就是很坏。年利率藏起来显示日利率，就相当于我如果卖理财，我跟你讲它的100年利率，哎，榜油这个理财产品要买吧，100年的年化是11%，多不啦？是不是？他给我们看就是一个假象，18%这个利率都快到高利贷了，所以说千万不要搞网贷。原因就是3点啊：一，利率高，18%的利率，巴菲特直呼内行；2，利滚利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利滚。我前两天看一个民生调解节目，和事佬看了个通宵，上面那个小姐姐网贷了10万，最后滚到要还20万，想借钱吗？利还100%。3，上征信，到时候上征信黑名单了，完蛋。所以说网贷这方面我态度是很明确的，大家如果有开着的，赶紧还了钱，然后关闭；还不上的，回家求助一下爹妈，真的不要怕被骂，怕被打，承认一下错误，父母总归是会帮你的，绝对不要越欠越多，最后泥足深陷到无法收拾的地步。OK， 这边解决，我们来重点说一下花呗和信用卡。这里我要说一个词叫良性负债。有些人可能觉得完全没有负债当然是最好的呀，谁都不欠，负债为零，一身轻松，没有问题啊，这肯定。但是良性负债是可以给你带来资产增值的，比如说房贷就算一种，你虽然要利息，但是银行肯定是利率最低的，而且还有通货膨胀呢，再而且你的房子是增值的，大概了解这个意思吧？懂的都懂，懂的把懂打在公屏上。所以我们来主要讲一讲花呗和信用卡的良性负债。第一，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现金流。举个例子，本扣2贷，花钱买东西，日常开销从来不用现钱，我全部用花呗或者是信用卡，那我每个月的工资就是现金流，我会把它去买理财增值。理财就说个最低收益的余额宝也有2.5%，对吧？这算常规操作。还有专有名词呢，叫宝贝青年，把钱存余额宝，消费用花呗，花呗还款日最后一天用余额宝还清，比直接用自己的现钱多了一份1个月2.5%放在余额宝的收益。这时候有人要冲上来说了，那用花呗控制不了消费欲啊，超前消费忍不住啊。这就是我开头说的，自己控制不了，你怪信用卡？信用卡太冤了吧，相当于强盗犯说他穿的太少勾引我一样。你说信用卡里面有钱勾引着我花，你自己不花不就行了吗？自律啊。所以大家对自己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，是那种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的人可以这么操作，如果自己心里没有拨一数，喜欢乱花钱的你就关上这个视频，索性掐断这条路，别看好吧。来，我们自律的人继续。第二，我们可以巧用免息分期，抵御通胀，这是我买东西的第2个特点，能免息分期就分期，哪怕我有钱把这个全款付了，我不。我记得我录 room tour 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过，我的那个床垫就是分24期免息付款，1000多块钱的床垫1个月付40多块钱。哎，还有人嘲笑我没懂为什么要嘲笑我，因为我觉得我赚大了。首先从刚才说的那个，我有了更多的现金流，我没有把这1000块钱全放进去，我可以再去钱生钱。第二，当然可以减轻我们的消费压力，一下拿1000和1个月46，是不是？第三，24期就是2年后，根据通货膨胀，这个时间拉得越长，我就还的越少。我现在还40多，我2年后还是还40多，2年后的40多肯定没有现在40多值钱。对，所以这里还是那个关键点，一定要免息。你要说我分期，我要付我利息和手续费的，当然就不要分期了啊，那个不合算。反正心中就时刻想起刚才的那2大正义，不要利息的 OK， 要利息的 No。第3个好处呢，是可以提升生活品质。现钱呢，你花了你就花了，他走了，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但是你用信用卡，你花的每1块钱，它都能超出它本身的价值。他走了，但他给你留下了积分，是不是？积分可以兑换里程，就是买机票升舱那个，可以兑换各种食物、各种服务、各种会员。哎，视频网站会员，什么那个购物网站会员，不是不想自己充吗？积分兑换，是不是？你没多花1分钱，但是生活品质提升了。更何况你办卡，它本身有很多权益。我简介一下啊，信用卡分为普卡、金卡、白金卡，然后再往上面还有什么钻石卡，这种我办不起，没有了解，肯定是越高端权益越
好。我反正优先啊，觉得是办一张白金卡。我随便就说几个我办的，举个例子哈，招行经典白，白就是白金卡的简称哈。每年机场贵宾厅6次，送体检送洗牙，因为我不是自由职业嘛，公司也没有这个体检，然后我都是用信用卡去的，这个我比较常用嘛，因为那个什么免费打高尔夫12次这种啊，咱也不会去是不是？然后广发真上白，它主要是高铁无限贵宾厅，因为咱们要组合一下嘛，比方我这边可以去机场贵宾厅，那我那边就要去高铁贵宾厅，就是卡的组合。当然了，有些人说我学生啊，没工资，白金卡办不下来，那你办金卡，主要的宗旨呢就是一，选择免年费的，因为我不想花钱去买权益，我想我就花这一份钱，我本来就要买的，但是我得到了超出本身这份钱的价值。第二，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向去选择，比方说我开车，那我办一张车主卡，那你每次去这个加油88折，每年有几次洗车免费。比方说我喜欢购物，那我办那种淘宝、京东联名卡，送会员，什么双11、双12、3倍积分。比方说我爱看视频，我就办那种视频网站联名卡，爱奇艺、腾讯、芒果，还有 B 站，是不是办卡送大会员？说太细了，我那个整理一份我之前研究的信用卡权益的这个清单放在公众号吧，感兴趣的去自取吧，就在公众号回复信用卡，然后自取。这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花的钱不是普通的钱了，是超级赛亚钱了？哇！一激动说多了。然后最后一个宗旨最重要，大家千万不要逾期，一定要抓住它的免息期。要利息的是咱们不干，这个视频重点强调的。然后千万不要去给别人套现啊什么的。那最后一个好处呢，叫提高征信。良性的负债是使我们的征信越来越好。像我的花呗、芝麻信用800多分，租借车啊、充电宝都是免押金的，购物住宿都是先用后付的。信用卡也是，如果你的征信一直是非常好，那你以后买房啊啥的，银行贷款肯定是比一个从来没有办过信用卡、没有信用记录的白户要容易的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视频想要表达的事情。网贷确实不要开，不好，但是信用卡、花呗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我们可以用到我们高中课本上的话来说，双刃剑，要看我们怎么用啊。良性负债是有利于我们资产增值的，当然完全不是让大家去开通这些东西啊，一定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。如果你控制不了你的消费欲，那还是远离。当然，本科二代在这个搞钱方面、薅羊毛方面还是有一些造诣的，并且我的消费欲超低，我们家的恩格尔系数无限趋近于1。这样吧，大家有什么想买的，但是知道自己不能买的，你就留言给我，我骂醒你，我就跟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好买的，给你列出10大不买它的理由，劝退你，怎么样？入股不亏。如果觉得这个视频给你打开了一个思路的话，给我一个1键3连吧。